同学，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现在继续讲发心的第4章婴儿的心理发展。我是潇潇。我们第3章的胎儿的心理发展会让你觉得很简单，对不对哈？很多都是生理的常识性的东西，所以考点很少。那么到了第4章婴儿的发展，它的考点多，也是这几个里边年龄阶段里边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年龄阶段。所以说这一章一定要好好学习它有很多的考点在里边，而且比较的细碎。那我接下来讲这个具体的婴儿幼儿的这种发展的话，我先跟同学们说，就是有一些心理现象呢，它不是说在每个年龄阶段都会讲一遍。你就比如说认知的发展，它确实是贯穿的，对吧？还有社会性的发展，这种整体的大类，它会整体贯穿，接着往下讲。但是有一些小的，你比如说生理的发展。大家如果留一下，你可以提前提前预习的时候，你会发现生理它在哪几个年龄阶段讲，它是有规律的，它不是说我想讲就讲，不想讲就算了啊。任何一种心理现象或者这种生理的发展，在哪个年龄阶段产生质变的时候，我就在哪个年龄阶段开始把它拿出来甚至当做重点来讲啊。就比如说我们生理的发展，人生有2个发展的高峰期，一个在哪里？婴儿时期、幼儿时期，我们合成婴幼儿时期。第2个高峰在哪里？在青少年时期。剩下的那个，比如说童年期以及这个成年期，相比于这2个高峰阶段，它就是显得比较风平浪静，所以就不再拿过来讲了。那这就是生理，我们有这三个章节会讲，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先做一个线索，做一个总结。那么动作的发展呢，婴儿已经发展的不错了，到了幼儿就变成什么？动作已经特别成熟了，熊孩子我去玩了，玩游戏了，对不对？那言语的发展同样，你可以这个预习的时候发现它在哪里讲？在婴儿、在幼儿到小学这3个年龄阶段讲，因为到小学往后已经发展的不错了初中、高中我的言语的基本的这种功能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发展了，所以在前3个年龄阶段发展，婴儿期是它的语法发展的关键时期，幼儿期是口语发展的关键时期，到了小学期书面言语发展的关键期，再往后就没有这种关键期，所以就不学了，对不对？那我们这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社会性里边有个依恋的发展，为什么在婴儿时期开始讲因为正好是头3年，尤其是头2年，对一个孩子的终身的依恋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对不对？他从完全和别人没有任何联系，到和母亲建立非常稳定的强烈的情感连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质变，所以我们在这里学。这个时候同学们你自己去看这些规律，这样的话你会更有清楚的有逻辑性，会把握这些知识点。为什么在这一章出现了，在那一章没有？它不是随性的是有很强的内在逻辑的。OK， 那在强化课我还会通过这些线索再给大家去串。我这个基础阶段主要是展开知识点给同学们讲，因为婴儿期有不少的考点，而且又比较琐碎所以说大家要认真的听这一遍。好，这一块我们分了6个小节来讲，生理、动作、言语、认知、气质、社会性。那你也其实可以做归纳，那言语其实就是认知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很重要大家看到了吧？曾经就考过30分的大题，在去年的时候这块还没有完全统计上，2021年的考研里边，这也有一个30分的大题是在言语发展的阶段上去考的那鉴于他刚考过大题这一块，指定他不会再出大题了，但是他提示你这块真的很重要的知识点，每年换着花样的来考你然后接着第2个重点在哪里？在依恋的发展，这是一个大重点。OK 那我们展开的来看。那婴儿的生理的发展，他刚出生他就经历了一个迅猛的发展，因为大脑对我们很重要，所以他发展的早，对不对？我们可以结合幼儿时期，因为很多的知识点是重叠的，它是一个进一步的快速的发展，所以婴幼儿时期绑定在一起去学习。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就是脑重和脑围迅速增加。那括号里边有一个大概的数据，就是
刚出生的小宝宝，他其实就是一个大头娃娃啊，它占身体的1/4。我们现在经常说一个美女，如果标准的美女应该是一个9头身，你的脑袋占身体的1/9。但是刚出生的小宝宝，他就是一个大头娃娃1/4啊，因为它很重要。那么3岁的时候已经接近了成人的范围，大家可以看一个更直观的一个统计图，这是一个脑重的，在青春期之前的一个发展，你会看到头3年的时候，它的加速度是整个人生里边最快的。那么到了幼儿，加速度稍微少一点，但是呢，比起来他的青春期也是非常的快的也是非常的快的。所以3岁已经接近成人的范围，到了6、7岁已经基本上达到成人的水平了。那么到11、2、3岁就正式的跟成人一样了。所以有这3个节点，大家大概的去了解一下哈。总之你就记一句话：婴幼儿时期大脑的脑重和脑围迅速增加。如果说再精确的说，那就是婴儿时期增加速度最快。大脑皮层的发展，我说大脑皮层就是我们普心第2章着重去学习的什么枕叶、颞叶、额叶、顶叶、额叶，这就叫做大脑皮层。大脑皮层如果说在微观里去看，大脑皮层都是有一个一个的神经元，对吧？神经细胞它很重要，所以它就不叫细胞了，人家叫做元。一说到元就觉得很高大上。那么神经元怎么就是有什么标志证明了它成熟了？刚生下来的小 baby 的神经元和我们成人还不太一样。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还是普心第2章学的内容。一个神经元它包含了3个成分，对不对？一个胞体，然后分叉的像树杈一样的它是什么树突，然后后面一个大尾巴是轴突，对不对？那这么有一句话，就是大脑随机化程度是婴儿脑细胞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神经元成熟的重要标志叫做髓鞘化。什么叫髓鞘化呢？就是在轴突这个长尾巴，轴突是传递信息的。这个长尾巴外侧外面会包裹了一层类似于电线的这种绝缘皮的一层皮，那这一层皮就叫做髓鞘。它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没有这个髓鞘的话，你的信息的传导是很容易就弥散，传着传着就往外发散了。那包上这层皮的话，让你的传导又精确又高效，歘就传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证明了你的神经元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重要标志这些东西就是爱考小题的点，大家要记住那接着神经元的发育呢，它是迅速的通过突触连接的复杂网络组织。就是形成了很复杂的网络组织。OK， 那这块我先出一个题，我们神经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的它的发育是表现在数量上的增加，还是结构上的复杂？是结构的复杂，而并非数量上的增加。刚出生的小 baby 已经占成人的这个神经元的80%甚至以上了，所以这个数量已经很充沛了，而是怎么发育的？发育的就是它的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刚生下来的小 baby， 他们的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通路的连接特别的少。我们在普心里头也学神经元和神经元怎么交换信息的，通过一个重要的部位叫做什么突触，对吧？它们相互之间进行沟通的。那一开始的突触就比较少，那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这个神经元之间他们建立的这些交通的网络越来越复杂，就盘根错节，像这个老树根一样，对吧？密密麻麻的。所以这是神经元的发展，它表现在结构上，突触结构的复杂化上。好，那再接着往下看它的机能的发展，就是它的功能。功能呢，我们主要看，首先第一个脑电图。我们说脑电，这个时候又要去回忆了，它跟普心第2章有很多的知识的关联，对不对？我说一个成人的大脑皮层会有几种类型的脑电波来复习一下，有阿尔法、贝塔、西塔德尔塔。好，那这4个波它的对应的你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你现在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波？你现在的大脑里边应该是贝塔波，就是在你非常清醒、专注、警惕、认真思考的时候，贝塔波，对不对？那再接着往下都慢慢越来越放松阿尔法波是在什么时候？非常的放松的时候，闭目养神的时候，冥想的时候，我们练习专念的时候，你是阿尔法波，觉得整个的身心比较舒畅在这里冥想。
那再往下呢，你开始浅睡眠的时候，西塔波就是睡眠的前2个阶段啊，尤其是第2个阶段是出现了西塔波啊，刚刚入眠。那达尔塔波是什么？就是一个到了后2个时期，我们慢波睡眠的后2个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深度睡眠啊，睡得浑然无知的时候是一个达尔塔波。好啊，同学们，以后我就预想到啊，就比如说我上课，我给你们连接上各种脑电哈，测你们脑电波，谁的脑电波出现西塔、德尔塔啊，我就电击谁，说明你不在好好的听课，出现阿尔法都不行啊，必须都给我是贝塔，好好的保持你的警觉。OK， 这是我们复习的4种类型的波。好，那刚生下来的小 baby 脑子里是什么东西？他虽然睁着眼睛看着你啊，就是睁着他的明亮的、清晰的大眼睛看着你，但是他的脑子里都是一些混沌的西塔波和德尔塔波，哪怕睁着眼睛，他大脑也是一片混沌。那什么时候证明这个脑开始成熟了呢？就是同步节律阿尔法波出现了。就是它终于出现清醒时候的脑波了，这个是脑成熟的重要标志，大家要记住啊。包括后面我们怎么说一个脑区成熟了呢？就是阿尔法波和这个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相互斗争，并且阿尔法波胜出了。OK， 那后面有一些小的年龄阶段，大家简单看一下就行了，不要被他完全误导。你比如他说这个1岁到3岁是逐渐成熟，脑电逐渐成熟。OK 啊，其实呢，我们大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熟？到了青春期啊，到了高中，你的大脑才能真正的成熟。这个只是说一个什么？除了额叶这个高级脑区之外，其他的这个脑区大概会慢慢的成熟起来啊，在3岁前。OK， 那皮质中枢啊，就是我们这4个脑区，它怎么成熟的呢？它是遵循头尾和近远原则。后面我们在动作的发展之再解释这2个原则啊。那我们这块先注意一下，就是你的大脑的皮质中枢最早成熟的、发展最快的是什么？脑干。大家自己回想一下，为什么是脑干？脑干什么功能？它是你的原始的生命中枢，对不对？你的呼吸、心跳，你没有呼吸、心跳，不就死翘翘了，对不对？所以它赶紧得成熟起来。大脑单层化，大脑单层化优势，我们知道左脑和右脑的功能是有偏差的。我们左脑是理性脑，右脑是感性脑，对不对啊？都是我们普信第2章的内容。好，那最一开始的新生儿已经有这个量的差别了，它只是一种倾向，但是没有这个质的飞跃啊，没有完全质的差别。后面还会说啊，尤其是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可塑性和可修复性，尤其是可修复性上会说大脑功能单侧化优势还没有成型。我们先来看可塑性。可塑性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大脑在早期它会被外部环境来塑造，所以说刚出生的小孩子的外部环境还蛮重要的。那么就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实验是罗森、茨威格来拿小白鼠来做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叫做环境丰富PK 贫乏实验。他怎么去 PK 的？就是他把一窝小白鼠随机看命了看你的命了，随机分成2个随机分成2组，一组呢住在豪宅里头环境非常丰富，给他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这个1000尺大豪宅，然后一堆好朋友在里边玩。那还有一个贫乏的住贫民窟，剩下的命比较不好，在一个活动非常狭窄的空间里头，能够让你就保持生命不饿死就行了也吃不好喝不好，更别提玩什么好玩的了，对不对？然后隔一段时间之后，去让这2组的小白鼠走迷宫进行 PK， 然后再看它的大脑的质量，那很明显你自己就能预测出来。那么住这种豪宅的小白鼠，成为学霸了，而且大脑质量发育的要远远比贫民窟的好。那就是什么意思？你早期要给这个小朋友一个良好的、丰富的这个营养这个充足的一个环境。那在人类的你当然不能去做这种大脑直接这个杀掉之后研究大脑，而是直接来看它的这个神经元的这种这个突触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结果发现呢，左侧的是没有接受这个胎教的，右侧的是接受过胎教的，对吧？它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结构已经非常复杂了，说明它已经建立了很多的神经的网络了所以说这都能证明，从小白鼠从幼儿身上都可以证明早期的经验是对大脑有一个很好的可塑性的。OK， 那可修复性是说的什么意思？很神奇，就是在婴幼儿时期的你的大脑的单侧化优势，它可以代偿
什么意思？比如我举个例子啊，一个5岁的小朋友啊，不小心呢，他的布洛卡期受到了损伤啊，一棍子，另外一个小朋友跟他玩，一棍子打在他的布洛卡期这儿受损了。但是他这个时候语言不会产生运动性失语障碍，就比如说他不会在这叭叭叭的发电报，而是语言照样流畅的进行 freestyle。为什么？因为他的右侧大脑就把这个功能拿过来了啊，你不行了，我给你接着干。哎，但是这种神奇的修复功能了，你 game over 之后还可以再给你啊。只在这个5、6岁之后就关闭了啊，到了这个幼儿期之后就没了。我们成人如果说你布洛卡期受损了，你就在这儿老老实实给我发电报吧，对不对？所以说，最一开始的大脑是有潜能的啊，是有可修复性的，很神奇。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刚才是生理的，都是一些琐碎的知识点，我们再来看一些动作的发展。哎，这一块有3个原则，还有一个发展的顺序，很好去记忆啊。我来给大家讲我们动作怎么发展的。它遵循头尾近远和大小原则。头尾原则就是你的从上到下，从脑袋到脚丫子开始发展，这是你的发展的这个顺序。OK， 那通过这个头尾原则，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动作是抬头、翻身、坐、爬、站、走。有很多同学不太了解小 baby 哈，就觉得这个爬可能比坐要早一些，就记反了。哎，我们来分享为什么，你就用头尾原则来分就可以了。先抬头。是你的脑袋和脖子，对不对？然后翻身是你的这个什么背部肌肉，坐呢用你的这个腰部、臀部的肌肉，那爬呢要用到这个腿上的肌肉。那么站和走是你全身的更复杂的配合，是不是？你这样捋一遍，你会发现，哎，确实是先坐再会爬的。OK，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记忆的口诀吧啊，就比如说你早晨起床，就是完全遵循这个发展的规律啊。你比如说早晨起床定了个表啊，你7点要起床，你这个野心勃勃的我要起来早读啊，结果7点的表一响，你一抬头，哎，一看7点了。上来毫不犹豫的就把它摁下了啊，接着翻身就去睡回笼觉了，对不对啊？毫无这个什么内疚感。但是你梦里头的潜意识啊，潜意识还好，你还是有良知的啊，他跑到你的超我，跑到你的潜意识中来惩罚你，让你梦见一个噩梦，你没考上研究生啊，这个时候你垂死梦中惊坐起，一下子坐起来了啊，还好是一场噩梦，你赶紧爬起来，站到地上缓一缓神，然后走去自习室学习去了，对不对？还睡什么睡啊？这个时候你还能睡得着觉，然后就赶紧去学习了。你看，哎，这不就是你的一个起床的挣扎的过程吗？好，那什么叫做近远原则？从中央到外周，什么是中央啊？就是你的这个机体，我们是对称的，中间有个对称轴，对吧？越偏中间的对称轴越近啊，越两侧的越远，所以最后你的什么？你的手指头发展的是最晚的。大小原则，从大肌肉到小肌肉动作啊，大肌肉动作，你比如说一出生的小朋友就是浑身啊可以挥手，可以蹬腿，这都大肌肉。那你到了运用这个灵活的运用这种小手指头，它是很精密的动作，它的要到1岁之后才慢慢成熟，对吧？从大到小。我们还有一个口诀哈，我口诀一箩筐哈，你就放心的学，后面绝对都能记住。头尾原则、近远原则、大小原则，我们怎么记啊？叫做从头到脚，近大远小啊，从头到脚，近的大的先发展，然后远的小的。OK 啊，记住了吧？好，那么我们接着再往下看。那影响动作发展的因素啊，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哈。第一个是先天的，剩下的3个都是后天的，对不对？先天的遗传和成熟又来了，格塞尔带着他的双生子爬梯子测验又来了，对不对？那这个实验就证明了，你一定要以成熟为基础，再去施加以后天的这种什么学习啊，对不对？要不然你学习是没有效果的。这个成熟非常重要，所以他的理论叫做成熟视力，说成熟是一个大的视力。后天的因素啊，学习教育，哎，就比如说我在网上看一个小视频，就是一个小女孩3岁，胖嘟嘟的，特别可爱，然后跳这个白天鹅啊，跳芭蕾舞跳得有模有样。那很明显，从这个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到背后他的爸妈啊，他爹妈、他老师的辛勤的培养和教育啊，学习和教育嘛，对不对？然后营养和健康，你当然得身体棒棒的才可以发展动作。环境因素怎么去理解呢？非常简单哈，就比如说
哎，如果一个小孩子在冬天练习走路和在这个夏天练习走路，谁练习得快？当然是这个温度暖和的时候。你冬天穿的跟个粽子似的，你当然会限制你的动作的发展，对不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到了第3节比较重要的。言语的发展，对不对？言语在婴儿时期是一个飞跃式的、爆炸式的、突破式的发展。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研究，那么多心理学家去穷尽了很多的精力去研究人类的言语对不对包括脑所这个神经认知学院有很多的人科学家在研究我们的言语的发展。是因为你想想你仔细想想，这是人类的奇迹。这个小朋友在1岁前还感觉一窍不通呢，对语言也顶多会说个爸爸妈妈，然后对更复杂的听不懂，也说不出来。但是1岁之后，1岁到3岁，就是短短的2年，他甚至能把人类的所有的语法知识掌握的，你根本不用学语法人家掌握的很熟练，而且各种那个词汇量都要增加到1000多。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对话小能手了，日常对话难不倒他了。短短的2年经历了什么你再问问你短短的20年学习英语的经验又说明了什么？血淋淋的对比，是不是？为什么2年我就能掌握一个这么，你比如说这个中文是公认为最难的语言那我们2年轻轻松松的就掌握了。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发展出来的？就有不同的学派又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又像盲人摸象一样，站的角度不同，它的解释的理论就不一样。总共分成3个大的，有习得我们可以叫做后天的，对不对？后面有先天论，还有先后天相互作用论，3个大的，对吧？后天的、先天的、先后天相互作用的。那每一个大的流派下面又主要分2个小的2个小的，就是在这个流派里边比较经典的拿出来学。先来看习得后天的，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马上就想到行为主义了所有东西都是靠后天的经验给你塑造的，对不对？那么斯金纳带着他的强化说就来了，一说到斯金纳。我考考你，你就要自动化的产生2个关键词出来，一个是什么？操作性条件反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强化。你看都有吧？所有的理论一谈到斯金纳，这2个是必备的，对不对？那就等于把他的理论套在任何的心理现象的发展上。那么言语也是如此，言语的习得怎么来的？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来的。那么这个里边他强调什么？强调强化，强化是必要条件，强化的程序是渐进的。怎么渐进的？就是表现为你习得的口头言语的反应。怎么理解它？很好去理解。大家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世界范围内的叫妈妈的语言都那么相似？中国是妈妈这个英语是什么？是 mom 妈咪，对不对韩语是阿嬷，它都是一个大张的一个开口音，非常简单的一个声音出来。其实如果说从言语的进化论的角度上来看呢，就是小孩子最一开始会发出一些比较简单的声音出来，无意中发出来一个张口音妈，结果他面前的一个老母亲就激动的老泪纵横，对吧？然后激动的把孩子亲亲抱抱举高高，小朋友一看，哟，竟然他反应如此强烈，如此 happy。那么下次我再逗他开心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妈来操作他了，对不对？操作当前的这个女人来给我一些这个好的反应，对不对？就妈然后一张嘴就喊出来了。这就是他就固定下来，变成他的口头的反应了，是不是？这样一解释还觉得蛮有道理的爸爸也是如此，爷爷奶奶也是如此，对不对？甚至他最开始发出来的各种的人类的语音的时候，都像要获得诺贝尔学奖一样这个家人给他热烈的掌声和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强大的鼓励。OK， 有其合理性，对不对？能够解释一些低级言语的发生过程。but 什么？就是小朋友的发展，它可是爆炸式的发展。你有的时候一不留神，人家学了很多的语言那这个时候怎么解释呢？不能解释。你让他每学一个词儿就来一次这个诺贝尔学奖式的强化，这个老母亲她做不到呀，对不对？她有的时候不用在成人的这种强化下，她自己就学了好多的。所以说她只能解释一些最初的低级的言语的获得。OK， 那再接着往下来，模仿说
奥尔波特就很简单粗暴了，对吧？你成人怎么说的，我就来一个简单的模仿，简单的翻版，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从小孩子他对大人的一些语言的反应的话，你会去推测他们家人会怎么样去对话的啊。就比如说曾经宝宝王宝强带他女儿上这个《爸爸去哪儿》了，那个小女孩确实挺萌的，挺可爱的啊，咱不去评判过多啊。但是有一个现象确实比较显著，就是他女儿对爸爸是很有爱的，但是呢，就是说话就是不是特别的客气甚至是要惩罚他爸爸，你要去罚站，不许你睡觉啊。其实这就是对什么？对他妈妈对爸爸态度的一种简单模仿罢了。小孩子是怎么样？是他其实是父母的一个镜子，很真诚的会反映父母之间的关系。好，那到了班杜拉呢？班杜拉什么东西啊？观察学习对不对？社会观察学习，所以说他认为是对社会语言模式的观察学习又来了，对吧？大部分是没有直接的强化的，而是他去观察就可以了，对吧？他并不是说简单的翻版，而是对这种模式的学习。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出去对老人非常不尊敬，那个老人哪怕他不认识，不是他的爷爷奶奶，对吧？叫人家老不死的，那很明显他只是对这种模式的一种习得。他有可能他爸爸妈妈在家对老人就不尊敬，他出去对其他老人这种群体都不会尊敬，这是一种模式OK， 那对他这一个评价，每个评价都是这个先肯定他再否定他，就是确实起作用，但是无法解释什么东西解释全部事实。什么意思？就有的时候你的父母真的没这样教过，父母觉得很无辜，我从来没这样教过，但是孩子创造性的会学习一些语言，所以这种简单的模仿，甚至是这种模式的模仿就解释不了了，对不对？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到了先天论。先天论呢，看到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说，它确实就比前面的复杂了。乔姆斯基他是一个大咖、大公知还活着，人家还没死，美国的一个大公知，整天跟美国政府唱反调所以中国人就比较喜欢他。他是一个研究言语的社会学的各个学科的大咖，也是跨学科的他对言语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转换生成说这个理论是比较的怎么说呢相比于其他理论更复杂，更像一个完整的理论，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学。它可以连接普心的言语那一章也学了乔姆斯基，因为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说反复的学。好，他说语言怎么来的？语言就是普遍语法能力的表现。我们怎么造句子你怎么能听懂我说的话？是因为我符合中文的语法规则，对不对？我不会没事给你来个倒装，或者自己拼凑一些逻辑不通顺的词，就像你写英语句子一样，人家老外看不懂，就是语法出了问题。它语言是普遍语法能力的表现。这个为什么叫普遍语法能力你这样想想，就是我们生而为人，哪怕你这个人就是文化水平再低，只要你的这个脑子不出问题，即便有一些轻度的弱智脑残，你依然可以来学会人类的语言，对不对？而且学得很快。那你反过来，如果说你脱生到了一个动物界，哪怕你聪明如猩猩你再怎么使劲学，也掌握不了人类的语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呢？你这个生而为人就是在基因上预设的，对吧？哪怕你是大猩猩，已经和人有90%多的相似性了，也白搭。你脑子里没有一个普遍语法能力的预设，对吧？这个普遍语法能力呢，它并不是说你生而为中国人，你就自然会说中国话，对不对？它必须有普遍语法向个别语法转换。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在这个文化下，一个社会文化下生长，才能从你的脑子里预设的这种学会语言的潜能转换成具体的语言，对不对？你生在中国，你慢慢会说中国话。那生在美国，中国人很多华裔在美国长大，他是不会说中文的，对不对？那反过来我在闭关上看过一个特别搞笑的视频，很违和。金发碧眼的一个老外不张嘴是一个正常人，一张嘴就是一个喜剧人一嘴的四川话，对吧？什么那个锤子、老子、瓜娃子，
说的超级溜，不会说英语啊，不会说英语，因为他从小就在四川长大，就让人觉得特别违和。这就是什么？他脑子里带的这种潜能，我能学会人类语言的这种潜能，转化为了川普了啊，川普的这种个别语法，对不对？这个转换的神奇的功能是通过 LAD 啊，不叫 LED，LAD 是言语获得装置，这个装置是你大脑里头这个生儿就具有的，是提前就预设好的 LAD， 对不对？那接着再解释，那儿童获得的是一套支配语言行为的特定的规则系统，就是语法。这个语法大家想想，你有专门学吗？你从小到大有专门学过中文的语法吗？你现在学英语的语法学的痛苦的 grammar 学的痛苦的要死要活的。但是你如果说有这种预设的话，像个别语法转换的话，它是不学而会的自动化的不是哈，也不能说不学而会，是后天的，不用专门去学习的，在潜意识里边就可以学的，对不对？所以说这种的是一种自动化的转化。OK， 那这种语法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很多的新句子，表达很多的创造性，所以它可以解释言语的创造性。有的东西你不教给他，那小孩子自己他有很强的创造性，会创造很多让你觉得很 surprise 的句子那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呢，太过于强调先天的天赋了而忽略了后天的环境和教育的作用，是不是？忽略了语言的社会性。就比如说，就一个例子，狼孩对吧？你这个狼孩跟狼生长了这个6、7岁，你再把它就住到人类的社会里边，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学会人类的语言了。你再怎么拼命，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了。那你怎么这样去解释它？对不对？这怎么样解释？如果说他已经有 LAD， 这是预设的，是基因里边有的，那生而为人他就应该会呀，对不对？因为他早期没有接受这种环境和后天教育的影响，所以就给他耽误了啊。那后来那个乔姆斯基有改善他的这个理论，说那这个 LAD 是有保质期的，你在这个前2年、前3年没有激活的话，它就失效了啊。这是他后来的一个演进。OK， 大家主要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语言就是普遍语法能力的表现。普遍语法能力呢，它通过 LAD 语言获得装置，这个语言获得装置是生而就有的，转化为个别语法。那么我们的语言就是通过规则系统可以去创造很多的新句子这就是它的主要的观点。那么自然成熟说呢，就比较简单粗暴一些，他就认为那语言就是我们生物遗传而得来的，对不对？那它就像一个苹果树一样，我到了秋天，自然而然时机成熟了，就结出苹果，结出果子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语言也像人类的果实一样，你到了这个机能成熟的这个时节，就可以收获语言这个产物，对吧？他们都是非常强调这个先天基因的影响的尤其比较重要的这个时机是什么？青春期，从出生到青春期。好，那再接着往下看，相互作用论，你们前面一个争后天的，一个争先天的，那么相互作用论来调停你们了，对不对？不要打了你们2个都重要。然后他就认为那生理的先天的生理的，还有认知的与不断的语言的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老皮又带着他的认知相互作用论来了。OK， 你这个时候就灵魂一问就行了，语言是什么东西语言它不就是认知吗？对不对？它就是认知的一部分。认知怎么来的？认知是主体通过动作对客体的适应而产生的。那么语言也是主体通过动作对客体的适应而来的。所以它就是主客体的一个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嘛，是不是？有什么新意吗？毫无新意毫无新意。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评价它呢？有合理的地方一听很有道理嘛，对不对？仔细一听很有道理，无言以对。但是呢，你再想想，那么到底认知和语言谁是谁的原因，谁是谁的结果呢？是因为认知的发展，所以带动了语言的发展，还是我语言发展让我的认知变得可以更加的高级？大家还记不记得老维沃斯基，他和皮亚杰就反过来。那维沃斯基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是我言语先发展，才带动你心理机能的发展的对不对？那皮亚杰认为，那如果是我认知先发展，再带动语言先发展的，这就没有一个实验能够证明，对不对？到底谁是因，谁是果，不好去说明它。那社会相互作用论呢，也是承认先天的也重要，后天的社会因素也重要 ，but 他非常看重什么？
后天的这种交际，语言就是用来交往交际的。那么儿童与成人的语言交流是语言获得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不对？你先天的重要啊，你不生成人，你就说不了人话。那么后天呢，你不在人的社会中成长起来，你同样也说不了人话，对不对？因为语言的主要的是社会交往功能。对吧？我们说任何一个语言的文明，它要想源远流传下来，必须是得使用它，不使用的语言就早早的就失传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这个精神文明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各种的字儿还可以造出来，甚至以前我们都不了解的一些字，现在又拿出来成非常时髦的字了哈。你看这个流光溢彩的这个字啊，经常被拿出来说，这就是它符合我们的交际功能，它有用，所以我们会非常爱使用它。没有用的东西很多的，就比如说一些文言文里边很拗口的一些字，就慢慢的就失传了。好，这是他们三个大的，大家可以总结，对吧？然后每个先天的、后天的、先后天相互作用的，下面又各有2个分支啊，大家把它的关键词可以自己摘出来，就是这些黄字。好，再接着往下，我们的言语具体的在婴儿阶段，甚至再往下的幼儿阶段，它是怎么样慢慢的发展的啊？这又是牵扯到了一些比较琐碎的知识点啊。我们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中先来看一下语音的发展，它都是在什么0到12个月，就是在1岁前的时候，它这个时候主要是一些语音的发展，又分为3个阶段。不用记这么细碎的这个小的月份的划分，你就大概了解一下怎么样从幼稚到慢慢的这个有发这个正常的人类语言的这种潜能了。首先前3个月简单发音阶段，我们有的时候会怎么说特别高估小孩子就是看到了一个很小的刚出生的小孩子，就想逗他咿咿呀呀的说话是不可能的。简单发音阶段有多简单呢？他顶多发出一些哭的声音，哭他都会然后或者是打喷嚏的声音，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甚至笑他都不会咯咯的笑出来，只是咧一咧嘴而已，对吧？非常简单的发音阶段。那到了4到8个月才是多音节阶段。这个时候呜啊咿咿呀呀的这种呀呀的感觉才出现在这个时候，再到后面9到12个月才有意义的语音学化的萌芽。这个时候它的咿咿呀呀里边夹杂了一些你大概能听懂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范范对吧？但是还不够特别结构化。好，那再接着往下发展词汇的发展开始学单词了，记单词了。他先陆续掌握一些场合限制性较强的词，什么意思？就是它的这个词还没有概括性，它脱离了这一种情景，在别的情景中它不认识。就比如说他喝奶的这个奶瓶就必须是他天天抱着喝奶的那个奶瓶叫瓶瓶，那么其他人喝水的就是其他的奶瓶都不叫瓶瓶，这就叫做场合性限制性较强的。那已经掌握的词开始摆脱场合限制性，慢慢的知道原来盛水的都可以叫瓶瓶，叫杯杯，对吧？是婴儿真正掌握词汇、获得概念的重要途径。大家知道你怎么样证明你获得了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呢？就是摆脱场合限制性，初步的概括意义，有概括性了OK， 那开始直接掌握一些具有概括性和指代功能的词。语法的发展。这个黄色的这句话一定要记住，20到30个月是掌握语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他不用专门的学，他潜移默化里边就慢慢的懂了我家的小贝是他的语言真的天赋特别强，他发展的很早我学发音我知道大概的这个规律，他都超前了将近半岁的感觉将近半岁，他在1岁左右就会说了一些很多的单词啦，看那个图片就会自己说什么牛羊鹅对不对包括他一张嘴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很早就说一些完整的句子。他的语法感觉都没有问题什么然而但是都会说我很惊奇感觉是不是因为我怀他的时候上很多的课的时候，他就在里边安静的听有胎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学的就是还是普遍规律有超前的也有滞后的，我们大概记一个普遍规律：20到30个月掌握语法的关键时期，2岁到3岁那3岁的时候基本掌握了母语的语法规则，你看很快对吧？3岁1岁前就是一些发音呢，那么3岁已经掌握语法规则了
好，那这个里边呢，你刚掌握语法规则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叫做过度规则或者规则就是规则扩大。什么意思？就是很刻板。你得到一个规矩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规矩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所有的都得按这个规矩来。比如说英语里边，你学了 s 啊是复数，那么慢你也给它加个 s 啊，这是一群男人，对吧？然后呢，知道这个念轻，他把所有的有轻的都念成轻啊，把欠也念成轻，这就是什么？规则扩大化了。对规则刚习得的时候会比较的不灵活，比较的刻板啊。我们有的时候学习知识也是这样的，刚学一个公式，我们就想套在各种条件下啊。好，那么言语发展它有具体分了3个阶段，哎，这是他给它做了一个系统性的划分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前言语阶段，然后言语发生，然后到言语发展，这3个阶段。前言语阶段就是什么？就是1岁前的语音的发展。哎，语音的发展还记得吗？它是简单的发音，然后单音节、双音节，再到一些什么有意义的这个语音开始萌芽了。这是语音的发展，前1岁的时候，它有3个特点啊，大概了解：目的、指代和约定啊。我举个我小贝氏的例子，你大概就了解了。就是我家的小贝氏呢，就是小的时候天天要出去玩啊，很喜欢出去玩。那么一到那个他要去玩的点呢，就直勾勾的看着门啊。你要假装不了解他的意图的话，他就会着急的指着说门，就说一个字儿，就是门。那门的目的性是什么？我要出去玩了，它指代的就是就是你要带我出去玩的这种要求。那么约定性呢？你不了解他，外人根本不知道他在闷什么呢，还以为是要学牛叫呢哈，闷啊，其实就是门。我约定，我和这个父母有个约定，父母听到之后就知道他要出去玩了，赶紧抱他出去玩。好，这是他的主要的特点，就是省事儿，但是好用啊，好指挥别人。好，那言语的发生阶段呢？这里边有一个大概的时间点，这是咱们中国的心理学家确定的，10到14个月，就是1岁前后2个月，它是婴儿最早说出具有概括语义的词，是语言发生的标志。最早具有概括意义的词，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就有的小朋友其实在4、5个月，甚至这个4个月左右就能发出来爸或者妈的声音，因为这种很好去发，他上嘴唇碰下嘴唇就是爸，对吧？我家小贝是4个月我就录下来了，他自己就叭叭叭叭在那儿练习发音呢。但是这个时候有意义，有概括意义吗？没有，它就纯粹的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一个声音出来而已，完全没有意义。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能让他面前的男人那么激动，是不是？那直到他大概到这个10个月或者是再早一点8、9个月，他知道我这个爸爸是针对于当前的这个人的而不能说我瞎喊爸爸出去所以说没有概括性，你哪怕发出来人类的这个有意义的语音，也不算是言语的发展发生必须是有概括性的。我清楚的知道它只指代于这个东西是这个正确的含义。好，10到14个月，好，这是咱们中国心理学家确定的，大家记住它就可以了。言语的发展进一步的往下发展，它的单词越学越多它开始说话说句子了。10到15个月，每个月大概每个月大约会掌握1到3个新词掌握的比较慢一些掌握的比较慢然后呢，到1岁半的时候是单词句单词句阶段。啥叫单词句？就比如说我教给我家小贝时，我说小兔子拍球球，他只会跟我重复最后一个字叫球球我跟他教什么东西，他都把最后的一个字给重复出来就是因为他只能说一个词儿。可能跟他的工作记忆有关系，还特别的容量特别的小，他那个听了一句话只能捡最后的一个这个词儿给记住它。好，这是单词句阶段。那19个月出现什么？有一个叫做很有意思的现象，叫做词语爆炸，Big Bang了。一说到爆炸，你会想到哇，那这块厉害了，那绝对是爆炸式发展这个每天整它几10个单词并不是。
大家要注意，这个词语爆炸式发展，它只是相比于前面，我每个月掌握1到3个，我这个时候每个月可以掌握10几个了，慢慢的几十个，没有我们想的每天都整个几个词儿学，是每个月是掌握10几个、几十个，相比于前面1到3个每个月的增长的速度，已经算是爆炸式发展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到了3岁前，大概累积了1000个左右的单词。那么虽然在婴儿时期出现了词语爆炸式现象，但是你要知道，词汇增长量最快速的时候是什么？是3到4岁，就是幼儿的第1年，是3到4岁，他这1年就能掌握前面3年掌握的1000个单词。所以说最快速的是3到4岁，不要搞混了啊。第4个，1岁半到2岁，电报剧。啥是电报剧？现在都不发电报了，对吧？以前发个电报按字儿收钱，惜字如金，你为了省点钱，对不对？所以能省则省，只发点关键词出去。那么小朋友也是这样子的，他比如说爸爸班班，啥意思啊？是爸爸拿着包出门上班了，他就选取最关键的。爸爸班班啊，然后2到3岁开始是复合句阶段了，对不对啊？开始说爸爸拿包上班了啊。我家的小贝是就是啊，真的1岁半，他就说的一些句子的让我觉得哇塞，你果然是语言小天才，就是完整的句子。就可能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比我们教科书上去研究的、去记载的小朋友们发展整体的要会更快一些啊，因为这个时代。这个信息更丰富，营养更丰富，而且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教育什么的，就重视性程度更强，也会造就现在的孩子整体会发展的快一些。好，那再接着往下走啊。好，那我们到了认知的发展。好，婴儿认知是什么阶段？是感知动作阶段。所以我们看感觉、知觉的发展，看前面已经说了动作的发展了，对不对？哈，那这个感觉的发展这一块，我们简单看一下，做一个什么总结？就是在婴儿出生之前的胎儿时期，尤其是中晚期，他的基本上的各种感觉已经开始发展出来了，对吧？已经开始发展出来。所以为什么做胎教是有意义的？你让他听音乐，他得听得见，他才有意义，对不对？甚至就是，在那个孕育的后期呢，用那个手电筒要照肚皮，就给小孩子在里边进行一个灯光的互动啊，让他在里边开这个演唱会啊，给他一些灯光。好，那这个里边我大概要记一下啊，触觉发生最早最重要啊，这什么意思啊？你想想，小朋友在一个黑暗的这个母体里头，就是黑不隆咚的啊，然后也比较隔音，那当然只能是用手摸来摸去了，对不对？所以他的触觉是最早最重要的。好，剩下的你就知道，整个的在出生前已经发育的已经不错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知觉的发展。那么研究方法这里边有一个隐藏的重点，就是这个范式习惯化去习惯化范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婴儿研究的重要的范式，甚至是对幼儿研究的重要范式。为什么？大家想想，婴儿说不会说，行为是支离破碎的，他怎么表达自己的内心？你怎么去研究他呀？是不是啊？那包括脑电波都不成熟，我们就用这个习惯化去习惯化来去探索一下孩子对什么东西是符合他的认知的，就是什么叫符合他的认知，他习以为常；什么叫不符合他的认知的，他觉得很意外、很 surprise、很出乎意料，对不对？那么习惯化就是说这个孩子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那么去习惯化呢？跟我想的不一样，觉得很意外，是不是？所以我们用这2种的行为反应，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推理一下孩子心里到底怎么想。什么叫习惯化呀？就是喜新厌旧，纯粹就是喜新厌旧的一个小朋友，给婴儿反复呈现一个刺激，若干次之后，婴儿不会再注意它了，对吧？或者其注视时间明显缩短乃至消失，这叫做习惯化。就是小朋友身上很明显的喜新厌旧，你给他买一个小玩具，他头2天真的是爱不释手，走到哪都拿，再过2天就视若空气了，对吧？放在他面前他都不带多看一眼的，因为已经习惯化了。那接着呢，给予一个新的刺激，你这个时候又给他拿了一个新的玩具
就不一定非得是变化多大。比如说前面对一个黄球习惯化了，你把这个球变成红球，它就有新东西啊，有意思，是不是啊？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苦。看到这个新的刺激，他的注意时间又恢复了或者变长的现象，叫做什么？去习惯化了啊！去习惯化就是这个东西让他觉得哎很有意思、很意外、很不一般啊，他就会去习惯化。OK。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它的一些生理指标，这里只是说到注视时间的长短，对吧？我注视的时间短，我就不 care 它了；注视的时间长，我证明我又对它觉得去习惯化了。OK， 我们除此之外，除了是眼睛注视之外，还有其他的指标，尤其是心跳、呼吸，很多同学搞反。我问你，当一个孩子处在一种去习惯化的、觉得很新奇的状态下，他的心跳和呼吸的频率是怎么变的？频率怎么变？有很多同学说，哎，那可能会加快呀，对吧？我心通通跳，我觉得很好玩，不是这样子的，是降低啊。为什么我们在注意的情况下，就是很高度集中的去觉得很有意思的情况下，心跳呼吸会降低啊？这个咱们可以结合普心里边的注意的它的生理机制，朝向反射就是这种的指标，对吧？你想想，我们在高度注意力集中的去探究这个新刺激的时候，我们叫做屏气凝神，恨不得都忘了呼吸，是不是啊？所以他的呼吸心跳的频率是降低，说明了正在去习惯化，说明了正觉得有意思。同样的，小孩子的吸吮频率，我们可以去测他的奶嘴的叭叭叭的，就给他一个奶嘴，然后去记录他的这个嘬奶嘴的频率，同样的也是降低，对吧？已经忘了去吸奶嘴了。OK， 这都证明他们是在去习惯化。我来再讲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非常有价值，它就证明了我们前面学的皮亚杰认为呢，这个客体永久性小朋友大概到1岁左右才能形成。那这个实验就大大的体现了，他发现4个月的小朋友已经有了客体永久性。他怎么做的啊？我来给大家讲。A 是习惯化事件，就是这儿有一个这个来回左右可以翻动的板子，那这个板子可以就像扇子一样从左到右的翻开，从左到右的翻过来。他来来回回的好多次，让小 baby 看的已经厌倦了，就不再看它了，对吧？已经习惯化了，注视时间非常短了。OK， 习惯化的基础上，他做了改动 B 和 C 是各自2种改动。B 呢就是什么？它们相同的一点就是，当板子在这个水平面上，后面让小朋友看到有一个棍子立在这里看到有个棍子立在这里，那同时这个板子往后翻。那这个板子呢，要比这个棍子要长一些这前面的板子要长。那翻到90度的时候，小朋友是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挡的棍子的，他就看不到了。OK， 那这个时候做一些改变。那么在 B 的不可能事件里边呢，他翻到90度的时候，慢慢的、悄悄的把后面的棍子给撤掉，就后面没有挡的这个棍子了。那这个板子依然可以翻过来。那 C 的可能性事件，它到90度你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棍子不消失，它还在这立着。那板子翻到这个位置，啪就被卡住了，对不对 ？OK， 它的结论是4个月的小朋友有了客体永久性。那么你自己来说一下结论，它是对 B 的去习惯化程度强呢，还是对 C 的去习惯化程度强？就是如果有客体永久性的一个小 baby，会在这个习惯化的基础上，对 B 的去习惯化程度强，还是 C 的去习惯化程度强？如果你还是对去习惯化不太了解的话，你就换一个词儿，他觉得是 B 更不可思议，还是 C 更不可思议？很明显，有了客体永久性，虽然我看不见后面的棍子了，但是我知道棍子依然存在。那么我会觉得走到这儿一定会被挡住，如果挡不住的话，那是很神奇，会觉得就是不可思议，是不是？所以他对 B 的去习惯化程度要比 C 强，正好证明了这个4个月的小贝是有了客体永久性，明白了吧？这就是习惯化和去习惯化范式它神奇之处。小朋友根本就不用说，我就看看你的注视时间，甚至是你的心跳呼吸的频率，我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那这个范式有的时候就叫做违背预期。大家可以记一下，叫做违背预期范式，跟你的预期不太一样，我就会去习惯化，违背预期范式。
好，那再接着往下看视觉偏好法，相比于那个逻辑就简单多了，对吧？视觉偏好法给小 baby 面前同样的2幅图片，你看他那个时间注视的时间长，他就证明他偏爱这个图片，很简单，对不对？你比如说把这个小羊换成一个小 baby， 给他面前2幅人脸的照片。一个呢是漂亮的如神仙姐姐，一个是什么凤姐凤姐这样的照片。发现小朋友从小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从小就有，从小就好色，就盯着神仙姐姐使劲看，偏爱，对吧？如果说是一个人脸或者是一个不规则或者一些其他图形，他会盯着人脸看；如果是规则图形和不规则图形，他会盯着规则图形看。这个证明了什么？这种的刚出生的小朋友就可以去测了，对不对就是我只要能睁开眼睛就可以测，就是有些东西它是天生的，对吧？天生对规则图形就敏感，天生对人脸就敏感，天生对漂亮的美女就敏感。好，那再接着往下看知觉的具体的形状、大小、方位、深度这种的你大概看一下，就是证明他很小的时候这种知觉都已经产生的是比较成熟了。那这个里边稍微让大家留意的有一个深度知觉。深度知觉的研究里边有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吉布森和沃克的视哑实验。这个实验一定要知道并且要知道它证明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它的视哑实验是这样做的就是这个图片上，它做一个大的玻璃板，那中间是一个平台，对吧？平台上让小朋友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台子，把它放在这里。那么左右两侧呢，构建深浅不一的两种视觉的悬崖。那么在左侧呢，它的下面的这个方块布放在地上，有一个很高的落差。在右侧呢，这个方块布是紧贴着这个玻璃板的，让你感觉这一块是很安全的，这一块是有什么高度差的。那么就是把小 baby 呢放在，你比如说他得先会爬吧，6到7个月大概才会爬，刚会爬的小 baby 放在这个平台上，那么由这个母亲左右两侧去勾引他，去拿着好吃的勾引他，爬过来宝宝，爬过来宝宝。结果小宝宝呢爬这个浅区的时候，毫不犹豫就奔过去了我要拿到好吃的。那么爬这个右侧的身躯呢，小宝宝说总有刁民小孩阵我才不那么傻呢，你这是想摔死我。他犹豫不决，他又想过去，但是又不敢过去。所以说清楚的知觉到了深度，并且害怕，对吧？表现出来了害怕。好，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实验有个什么 bug？ 他必须爬了才能做这个视哑实验。那不会爬的小宝宝怎么办？那只能说会爬还有6、7个月的经验呢。那么怎么办？就把他刚出生的2个月的小宝宝，简单粗暴的直接面朝下的放在这个身躯的玻璃板上，让他往下看。结果会发现呢，放在身躯和放在浅区呢，它会出现一个不同的什么？先在浅区习惯化了，再抛到深区，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去习惯化，说明什么？说明他意识到深区和浅区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放在这个深区，心跳会怎样？有同学说哇，狂跳吓死了，直接给我整到这个悬崖上面，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没有。没有，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恐惧的经验，所以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去习惯化依然是心跳是什么减慢的，还觉得好玩，咦，好玩，跟刚才不一样，很好奇，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恐惧它不是说对高度的恐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多次摔倒了之后怕疼了才记住了才记住了。所以这个时候2个月已经能够区分出来了，说明他这个时候也有深度知觉了。那会爬了之后呢，才是就深刻的知道我不爬了是因为我害怕这个理解了吧？好，再往下看这个婴儿气质的发展，气质这一块一下学了好多的分类。我们在普心里边最经典的就是什么胆汁多血粘液抑郁质，对吧？那是最经典的分类。但是在我们发心里边最经典的分类是托马斯切斯的，他要记住为什么？后面他可以和这个父母的抚养类型这个很多东西甚至是这个依恋的形成的类型去结合起来。都是用容易、困难和迟缓型，因为这种的是比较容易去分孩子的类型的，所以它最经典其他的不用这个去背它，但是这一个尽可能的在理解的基础上，后期能够达到背诵。后面我们说直接其他的这个人的理论就比如说布雷泽尔顿这个巴斯切斯这种的，我们直接能够做一个选择就行了。但是这个托马斯切斯。
要尽可能的把它记住啊，就3种类型：容易、困难和迟缓。容易型的宝宝，天使，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气质呢，它跟天生的是有关系的。有的小朋友你生下来还没来得及去用你的方式去照顾他，他已经显示出来自己很强的先天的差异了，这就是气质。这怎么办啊？很多那个家长很想要一个容易型的宝宝，天使宝宝嘛，谁不想要？但是这个只能看命了，对吧？他遗传，他这个生下来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好，那容易型的像天使一样，困难型的，哎呀，这个简直了，一个小祖宗啊，跟你有仇，上辈子跟你有仇，这辈子投胎成你的困难型宝宝了。那迟缓型的就是慢热型的，这3种类型呢，他说了一大堆的表现，其实是有节点的啊。我们找一下这个节点，就是他的心境好不好，他的生活有没有规律，他对新事物接受的快还是慢，他的活动水平是怎么样的，并且他们的父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的，就是这几个节点啊，5个节点，我们就可以挨个的去看各自不同的表现。容易型的，心境愉快啊，经常笑啊，哭比较少，生活比较有规律啊，他可以配合大人的规律，晚上安安静静的睡觉，白天起来啊吃东西玩。那容易接受新事物，在一个新环境下很快的会接纳，会愉快的玩耍。那活动水平比较中等啊，就是他不会过激啊，也不会特别的这个迟缓。那容易型的宝宝，他的父母会怎样？当然很有成就感了，对吧？他觉得为人父母好开心呀，是不是？他会给孩子很多积极的反馈啊。就比如说我家的小贝是，他这个3个月之后就特别爱笑啊，每天早晨醒来之后，他那时候还不会说话，就醒来之后就看着你也不说话，就使劲的笑，哇塞！然后那一笑的话，就马上就让你觉得都融化了啊，就是你为他做牛做马都心甘情愿，这简直是 PUA 的高手，是不是？他很会 PUA 自己的父母啊，醒来之后不哭，我就给你一个大大的甜甜的微笑啊，立马就心化了。所以说这就是容易型的宝宝啊，那还好。这种容易型的占的比例要比较多一些，要比困难型的多啊。困难型就惨了，是不是？他的心境怎么样？常常是烦躁不安的，生活有没有规律？没有规律，经常是晚上嚎叫，白天补觉啊，能把大人搞得崩溃掉。非常害怕和排斥新事物，对吧？他对新事物他不接受的，你给他换一个环境，带他去新的地方啊，他会一直哭闹啊，一直哭闹，特别不适应，反应常常是过度的。有一些小的刺激啊，小的变化，他都是非常敏感的、过激的。所以说他父母怎么样？父母简直了，会崩溃掉啊！就是疲劳、沮丧、不自信，更多的回避自己的孩子，恨不得要把他塞回去啊！造了什么孽了？生了这种孩子，这种孩子就是缠人的小妖精啊，这辈子来磨你的。哎，这是困难型的，还好它比较少。当前有很多的专有术语叫做高需求性宝宝。就是这种宝宝真的是他随时就比如说啊，我有一个远房姐姐家的孩子，他就随时随刻你一定得抱着他，你不抱他，你往床上一放，他立马就醒了，立马嗷嗷的就能哭啊，能哭2小时。这个时候呢，大人只能一直抱着他，累都累死了，腰都累断了，就困难型的宝宝。还迟缓型就比较慢热，情绪他总是消极，就是那种闷闷不乐的，不是那种特别的嗷嗷的哭的，但是也不是特别开心的。他对新事物呢，先退缩抗拒，然后慢慢接受，对吧？这就是慢热型嘛，活动水平是比较低的。迟缓型的会引起父母的反应是比较混合的啊，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幸福，有的时候觉得比较难搞，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是3种类型，很经典。通过他的心境。生活有没有规律？对新事物的接受的时间，那活动水平它是高中低的啊，还有父母的反应，分成这3种类型啊，3种类型很好的去能够把它对应的记下来。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布雷泽尔顿的，还有后边的巴斯的，还有一个卡根的，他们呢不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出选择题，你能够再认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去理解，尤其是布雷泽尔顿也很好理解，活泼安静一般。对吧？
那活泼呢，就是动若脱兔，安静是静若处子。一般大部分的孩子没有那么极端啊，就不能老活泼，也不能老安静，就是两者之间，该活泼活泼，该安静安静，对吧？这种活泼型很形象的，生下来就是连哭带逗的，对吧？这种小 baby 哭是嗷嗷的哭啊，使尽全身力气的哭，邻居家听得清清楚楚的。安静的，安静不吵闹，即便是哭是什么嘤嘤的软妹式的哭，你父母一听嘤嘤的哭啊，这个都心疼的不得了啊，跟这个嗷嗷的哭形成了这个明显的反差。好，那巴斯的活动特征说，巴斯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不再是4种类型了，类型是什么？你是活泼型的，就不是安静型了。你是一般型的啊，就不是活泼型了，对不对？它要分类的，而巴斯的是4个维度，你在每个维度上都可以得分，甚至也都可以得高分。就比如说我活动性很超强的，我社交性也超强的，我冲动性也超强的，完全可以。这是4个维度。我们看哪4个维度？情绪型、情绪维度，就是情绪型维度，大家注意一下，它多是表现出来某种主导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往往是消极的，比如说。愤怒型的宝宝啊，老生气，老皱着眉头，嗷嗷的哭，生气；还有一些这个恐惧型的宝宝，他总是很胆怯，很害怕啊，这就往往是某些主导的消极的情绪。好，那活动型呢，就是坐不住爱活动啊，就是你让他安静的坐那一块儿很难的啊，熊孩子到处上蹿下跳的。那社交型的呢，这就是一个未来的这个交际达人。就是他不喜欢一个人待着，他必须要跟着别人玩啊，这种宝宝也比较典型。哦，那冲动型的就爱冲动，他缺乏控制啊，就是有情绪赶紧爆发出来，想干嘛就要马上干啥，就是那个控制性比较差哈，控制不住他自己。好，那这种4种的维度，我们可以这样去记啊，一个是不高兴，哎，一个是什么？这个不安静啊，这个是不独处，这个是不控制啊，4个不开心啊，这个不安静、不独处、不控制。好，这是4个维度啊，能够做在任就可以了。看第4个卡根，意志非意志更简单，对吧？意志型的这个宝宝比较拘束，非意志型的就是人来疯的，对吧？到处放飞自我。那这个意志型的，其实你可以结合谁的啊？埃里克森的，我们学了不能白学，对吧？2到4岁儿童早期，对吧？它主要发展自主、对羞怯和余力。那这个意志型其实就是怯生生的、很羞怯、很余虑的这种状态，对吧？意志型的。他这个就会躲在，就比如说在万人面前就躲在妈妈的背后。那么非意志型的人越多，我越 happy 啊，开始我自己的表演。是很多熊孩子就是非意志型的啊。好，那传统的这4个类型以及巴甫洛夫的他的活动类型学说。这个我们普心里边绝对是重点的，对吧？所以我发心这一块就不再强调了。咱们都是学了普心再过来的，对不对？或者你说我就是比较个性，我就先学发心，那你这一块放到普心里头好好学，很重要的一块。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简单看一下气质的稳定性与可变性。我们在普心里边学人格里边的气质，它是主要是受先天遗传影响的。他认为这个是相比于性格后天的影响的，会比较的什么稳定一些，相比于后天塑造的性格会比较稳定。但是呢，它并不是说绝对的，它是中等程度的。他也会受到后天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困难型的宝宝，他一开始非常磨人，但是他的父母真的是圣母光环的圣母玛利亚，好好的照顾他，满足他各种的需求。他长大之后，有可能会在比较的和谐的家庭氛围里头，往这个容易型去转换一些，对吧？包括依恋类型，它也有可能会偏安全一些，跟你的后天因素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啊。就是我对我自己小贝式的观察，我感觉他一开始其实他并不是像现在非常欢脱的性格，他在这个陌生环境下还是非常拘束的啊。这个小朋友从小带他出去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的表情，也不哭，也不闹，也不笑。就是特别冷冷的啊，但是他现在就是就是架不住他父母是个逗逼，对吧？给他欢乐喜剧人式的教养方式，他现在就是各种的放飞自己，真的是有一些变化的。好，那再接着往下看啊，托马斯切斯他根据自己的3种类型，又结合教养方式，哎，你看对父母谆谆的教导，就是生怕你对每种类型的教养方式不合适，人家又出了一个你和优动模型，就是你什么样的气质类型就搭配什么样的教养方式会比较好，并且这个里边有一些忠告告诉你。容易性的大家都想要，对吧？天使宝宝，
对吧？他对各种教养方式都适合。你父母是热情型的，是高冷型的，对吧？是这个要求他独立的，还是对他培养的比较依赖的，都比较合适，因为人家的适应性很强，对不对？适应性很强，但是要注意，你这个时候对父母来说是省事儿的，但是有可能会埋下隐患。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新环境的要求和家庭行为模式冲突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些比较大的麻烦出现。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一听就了解了。就是有很多在书香门第啊、知书达理的父母培养下的女孩子，教给她真善美啊，教给她这个一切美好的东西，往美好的品质去塑造，反而长大以后很容易被一些渣男猪拱白菜了。对吧？因为他从小的这种模式，让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就是说难听有点傻白甜，就很容易被渣男欺骗。他完全没想过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是不是？所以你在给孩子一个比较单纯的教养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想啊，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不要只给他一种的教养方式啊，要让他看到一个多元的社会。好，那接着往下，困难型的，对吧？这种的就比较头疼了。那困难型的真的是磨人的小妖精儿，那一开始就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很多的问题，自己都有的时候要搞崩溃，就要看心理医生了。怎么样好好的去看孩子呢？所以说，托马斯切斯要专门嘱咐这样的家长，一定要特别的热情、耐心、有爱心，热情、耐心的、有爱心的对待自己的孩子，相信他会在你的爱心下慢慢的往好的地方啊感化啊。他本身就天生就困难型的了，你再不给他好好的照养，后天因素再不好，他就更麻烦了啊。这个依恋更容易出问题，对吧？好，那对于迟缓型婴儿的教养呢，那关键让他干嘛？按照自己的速度和特点去适应环境，顺其自然。他是慢热型的，你不要一些急性子的父母就一定要催他快啊，然后一定要带他出去social，要在别的叔叔阿姨面前展现自己，对吧？那对这个迟缓型的孩子来说，其实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很多小孩子是这样的啊，就他有自己的一套生态的系统，那父母的强加干涉，一定让他得快哈，爱交际，爱出去玩儿，还给叔叔阿姨打招呼啊，对这种孩子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说这句话非常重要的，你必须接受自己孩子独特的气质啊，用适合他的方式来给他教养。让他自己能够就是比较自由的、有自己的空间的、因势利导的去发展。好，那再往下看啊，父母教养的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呢，曾经我们也在大题中考过，对吧？它是鲍姆令德提出来的，咱们书上可能没写他的名字，你可以写上鲍姆令德，这个人提出来的，也是现在常说的。就是你可以套，但欢迎大家对号入座，对吧？有两个维度。接受响应，要求控制啊，这个不是说接受对应就是反面的叫做响应，它是可以这个画斜杠的，就是你可以翻译成接受，也可以翻译成响应。什么响？就是对孩子能够积极响应他。哎，啥叫积极响应？就是该支持的时候支持他，该给他温暖的时候给他温暖。我们经常说，父母要给孩子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支持，这就是说的接受响应。好，那要求控制要干嘛？要对他进行管理啊。小孩子其实不懂事的，对吧？有很多本能性的东西，他需要你去控制他、约束他，而不是让他任性的肆意妄为。所以说你在管教他的时候，也得给他支持和爱。这就是什么？权威型。权威型有的地方也翻译成民主型。它和专制型是不一样的啊！有同学说权威啊，他不就是要求孩子把父母当成权威，要盲从他吗？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不要过度解读。权威型它也可以翻译成民主型。啥叫权威？你要心服口服的佩服父母，哎，这才叫权威，对吧？这种类型的特点是什么？比较灵活。他就也会提出要求进行控制，但同时也会接受和响应孩子。如果只会提要求，就不会看到孩子任何的需求的话，那就叫做专制型了，对吧？他立规矩立得比较清楚，让孩子要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去做。他同时也会解释我为什么要求你这样去做，对孩子的需求和观点会响应，鼓励孩子参与决策。哎，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这种是最好的这样类型，我也以此为这个榜样为模板，努力的把自己变成一个权威型的孩子啊。我家的小贝是
哎，就是他奶奶喂饭的时候呢，就是有点懒省事儿，就给他看电视、看动画片儿。他就一到吃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儿。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利于他自己学习吃饭，对吧？就是傻傻的看动画片儿，张着嘴吃就行了。来了饭就张着嘴被动的吃。就是我很想去改变他，那就是立规则呗。那吃饭的时候不允许看动画片儿，那孩子能接受吗？嗷嗷的哭，嗷嗷的反对啊！我就要看啊！我奶奶都让我看，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但是这个时候我不会说，我只告诉他不看，为什么？我要跟他解释啊。可能他听不懂，但是我同样也要给他解释。那同样我问他，你为什么想在吃饭的时候看动画片呢？他会说啊，一开始不会说，问多了他慢慢说啊，好无聊啊，吃饭好无聊啊。那我说妈妈陪你玩好不好啊？本身我陪他玩的时间就比较少，他非常依赖我啊，一听说我要陪他玩就很开心。他说好啊，那我就拿着勺子，我说勺子飞机，假装一个飞机，然后慢慢运送到他嘴里，然后玩这种他可以练习去这个学习吃饭的这种游戏，他就觉得比较开心。哎，所以说慢慢的他就是改掉了这个看电视吃饭的这种习惯。所以你要跟他立清楚，不要看电视吃饭，你要跟他说为什么这样不好，对吧？不好他可能听不懂，但你也要给他解释。同样你要知道为什么他就想看电视，他觉得没人关注他啊，吃饭的时候很无聊，那怎么样？你给他关注啊，你让他知道吃饭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吧？这是权威型父母该做的。那专制型的是啥？就是严厉的教养方式。只有要求控制，没有什么接受和响应。我管你为什么要看电视呢，对吧？那你必须就不能看，给我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坐在这里啊！吃饭就是吃饭，就像军训似的，他只要求你服从他，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他提的要求他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父母可怜的权威、可怜的那个面子啊，哪怕没有道理，我明明知道我错了，但是孩子也必须得服从，我就看重你的服从，对不对？立很多规矩，很少解释为什么，用强有力的措施让孩子服从。你可想而知，到了青春期，这种孩子马上就会干嘛？叛逆，而且叛逆的非常厉害。放任型的就反过来了，他是低要求控制，高接受响应。那就是溺爱嘛，就是真的隔辈儿亲啊。父母就是有的时候会管孩子，但反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会非常的接受响应。他想干什么就赶紧让他干什么，对吧？一味的他想看电视啊，不哭看就哭就闹，那就赶紧让他看，就给他的要求和控制就比较少。那这种孩子长大之后就会干嘛？他就比较的本我一些，随意表现出情绪和冲动，很少对孩子的行为，父母很少对孩子的行为进行一个控制。那么孩子长大之后就比较巨婴。好，忽视型，这种是最糟糕的类型，它比放任型、专制型都要糟糕，就是两无产品，没有要求控制，也没有接纳响应，对孩子生只是生而已，并不管，也不教，也不爱啊。就很多那种父母缺席的，就比如说留守孩子也要分，因为留守孩子有的时候父母是很关心他的，但有的孩子是什么？这一年也不怎么见父母，父母也很少打电话关心，就是这种忽视型的。这种孩子，这种父母很少参与到孩子成长中啊。那这种孩子长大之后会出现很多的行为问题，尤其是青少年时期，因为他的人生缺失了很大的一块，就是父母的教养啊。OK，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既爱他，对吧？既无条件的接受他。又有条件的让他知道有边界、有边界、有这个规则。好，那再接着往下看情绪的发展啊，这一块有一些小的知识点，我就快速的讲。这两个人他们都是研究情绪的，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伊扎德嘛，大家情绪那块就学过他。然后他们两个可以绑定在一起进行对应学习。他们都认为我们新生儿生下来就有一些基本的情绪、基本的表情。那孟昭兰认为兴趣、痛苦、厌恶、微笑。哎，那伊扎德在这个基础上只加了一个惊奇啊，就是惊奇是他唯一独特的提出来的。伤心对痛苦，厌恶对厌恶，最初的微笑和兴趣有这个什么有兴趣还有微笑，他只是多加了一个惊奇而已。那么接着往下看啊，先来看笑的发展，连这个最简单的事情笑它都有一个发展阶段，对不对？可见人啊有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的。
那么微笑一开始0到5周，前5周叫做自发性微笑。啥叫自发性微笑？也叫做生理微笑，也叫做内源性微笑。它纯粹只有生理意义，没有什么样的我们人为赋予的微笑的社会含义。我说笑就是爱一个人，有喜欢就高兴啊，它这个笑没有这种意义，就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射，把他的嘴角往脸颊这个方向提了一下而已。这个时候一些动静啊，一些光亮，一些声音，就会让孩子就不自觉的咧一咧嘴。这个时候不要自作多情，人家的笑只是咧嘴而已。那么接着到了5到6个月的时候啊，就是5周到6周啊，不是5个月到6个月，是5周到6周，很短暂的时候进入了无选择性的社会性微笑。这个时候，它啥叫无选择的社会性微笑？社会性微笑是对人的，而不再对物了。那些光亮啊、声音啊就不会引起他的内源性微笑了。但是他看到人脸，他很开心，这叫做社会性微笑。啥叫无选择的？就是人的，我不选择什么人，妈妈也行，陌生人也行，我看见人脸我就会笑。那有选择性的呢？那妈妈、爸爸会让我产生更多的社会性微笑，其他的陌生人不行哈，我开始吝啬我的微笑了，不再随便对人笑了。3到4个月开始有选择的社会性微笑。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2个图啊，你看妈妈逗小朋友玩的时候笑的声如夏花啊，那爸爸逗小朋友笑的时候有选择性的社会性微笑，我不轻易笑了啊，这我就是生无可恋啊，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OK 啊，这就是微笑，它也会有选择。那3到4个月开始出现愤怒及悲伤啊，一开始是没有这种愤怒的。6到8个月的时候出现依恋，这后面我们还会再学到。分离焦虑，还有对陌生人的焦虑开始产生了，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针对于母亲的比较强烈的情感依恋，所以产生了分离焦虑和陌生人的焦虑。好，那再往下看，那情绪的发展呢，大概到了1岁半的时候，出现了客我，是什么？客观的我。我可以以一个第三者的人称去看我了，跳出自我去看我。那这个时候怎么就证明了有客我出现了呢？自我意识产生了呢？就是红点实验，有的地方叫做点红实验。阿姆斯特丹做的一个很经典的实验，就是在小 baby 睡觉的时候往他鼻子上点一个红点，然后在他醒来的时候放在镜子面前，你看这个小朋友他会觉得很好玩，有一个脸上有个小红点，这个小朋友的手指向如果伸向于镜子上的这个镜像，说明他还没有自我意识，他不知道这个娃娃就是他自己。如果说他很自然的把手怼着自己的鼻子指一指，然后笑，那就说明了他有了自我意识，他知道镜子里头就是自己。你看这些动物啊，这猫狗有的时候对着镜子啊一通的胡挠，感觉要打起来了，是不是啊？我的地盘竟然还会出现另外一只小猫咪啊，你变心了，然后对着这个镜子一阵胡挠，就说明他没有自我意识。而咱们聪明的大猩猩可以对着镜子开始整理自己的妆容啊，很聪明哈。所以说红点实验你通过了之后，说明你有自我意识。那么在婴儿时期，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期，大概在1岁半左右出现了这个飞跃期啊，具有明确的客体我的认知。这一刻啊，这个时期，婴儿有了用语言标定自我的能力啊，具有了用适当的人称代词称呼你我他，你我他。小朋友真的这个你我他会学习半天。那我的小贝是虽然语言天赋好，但是你我他也是费了半天的劲。他有的时候经常把自己叫成你，把我叫成也叫成我，就是叫妈妈叫我，然后呢叫他自己叫成你啊，就是搞不清楚这个人称代词。好，那出现与自我意识相关的情绪，比如说羞愧啊、骄傲啊，对吧？像这种的复合情绪，必须有了自我意识之后，我为自己感觉到骄傲，我为自己感觉到这个不好意思，这才能够出现，这是比较复杂的，到1岁半之后才会有的。好，那依恋很重要的概念来了，啥叫依恋？这个里边我们要学4个知识点：依恋的概念、依恋发展的阶段、依恋的类型什么影响了依恋，依恋又影响了什么？这4个知识点都要把它记住。首先概念，咱们的知识精讲上很简洁，就是主体与主要抚养者通常是母亲，你可以看到后面都多用母亲来替代了。这个母亲你可以直接转化为主要抚养者，因为有极特殊的情况下，那母亲没有参与孩子的这个抚养，
那就是有可能是爸爸啊，有可能是爷爷奶奶都可以，对吧？但是绝大部分正常的情况下，真的就是母亲，母亲是和这个娃儿高度绑定的啊。那这个主要抚养者间最初的社会性连接是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哎，刚出生的小 baby， 我们前面说他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啊，物我不分，他认为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和其他人叫做母子一体性。他认为妈妈就是自己身体的延伸，包括他的玩具也是他自己世界的延伸。所以这种毫无自我边界，他就不会和任何人建立什么连接，对吧？但是我们知道，随着你长大，每个人都不会是一座孤岛，你必然会建立社会性的连接，开始对妈妈笑，开始离不开妈妈，这就是社会性连接啊，这就是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标志。那这个里边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哈洛的恒河猴实验。哈洛对依恋、对爱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都是用猴子。哎，其实他本人我比较讨厌哈洛，他虽然打着爱的名义去做实验，但是他的很多的研究是缺乏爱的啊，就是甚至是比较残酷的啊。他的实验我都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他的一个经典的实验，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什么？依恋产生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我们之前可能经常有人认为啊，我就是有奶就是娘嘛，你喂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自然啊，你喂饱他是他的生存的重要的依赖，他就会产生依恋。但是他的实验非常非常的明确的打了这些人的脸，说并不是简单喂奶这么简单的事情。他给这个小猴子啊生下来啊，他就把他从妈妈身边抱开，就剩一个小孤儿了啊。然后他给他找了2个代替妈妈，就是啊代妈妈，一个是铁丝妈妈，但是这个铁丝妈妈她胸前有个奶瓶，它可以满足这个猴子的生理需要。那另外一个没有奶瓶，但是它包裹着非常舒服的这个毛茸茸的绒布。哎，结果会发现这个可怜的小猴子，没有妈妈爱的小猴子呢，它整天就是抱着自己的毛绒妈妈，蜷缩在这上面啊，找温暖，找抚慰。哦，那它饿的时候怎么办呢？饿的时候它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毛绒妈妈，甚至这个后腿我在这儿蹬着，我前腿在这儿啊，趴过来吃几口奶，吃饱了，我很快的又回到毛绒妈妈的怀抱里头。它就证明什么？依恋是什么？依恋必须有温暖的接触啊，温暖的抚慰。这种呢才是依恋的这种精神需求，是依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就是很鼓励这个父母，对吧？除了亲自喂养孩子之外，你一定要抱抱他，要拍拍他，要亲亲他，这种的是非常重要的精神上的需求啊。这个现在有很多的婴儿就是刚出生，要鼓励父母要做这个抚触操，对吧？就浑身上下摸啊、抚摸啊、按摩呀，对吧？马杀鸡呀，这就是这种的理论的一种影响啊，要让孩子有心灵上的、精神上的安抚。好，那接着往下看啊，依恋的发展，依恋它真的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一开始真的是你父母养孩子的时候毫无成就感，就像还不如养家里的小猫小狗啊，有这种情感的交流。它是逐渐的出现，让你感觉到他孩子对你是有依赖的，你是有成就感的，对不对？分成了4个阶段，这是鲍尔比和艾斯沃斯来分的。他们2个的名字记住，4个阶段的名称记住，还有它的特点，你通过名称立马就知道特点是什么。咱们的312的统考里边的30分的综合题，唯有这个发展的阶段没有考，剩下的那几个知识点都考到了，所以这块也要好好记住它。无差别的社会反应阶段，0到3个月，头3个月，这个时候你感觉还不如养猫和狗呢，对不对？那婴儿对人的反应的最大特点是不加区别，无差别，所以叫无差别嘛。我对陌生人、对妈妈都一样啊，一视同仁。好，那接着有差别的社会反应阶段，3到6个月，继续往下涨3个月，那这个时候开始有量的差别了，开始表现为对母亲熟悉的人、陌生人有区别和选择，是吗？更多的笑是留给母亲的，其次是熟悉的人的。那陌生人开始对他吝啬了，我不会随便对你笑了啊。对母亲表现出来量的偏爱。那么质的差别在哪里？在特殊情感连接阶段，6个月到2岁啊，这个时候这个小婴儿极度依赖于妈妈，黏着妈妈，
甚至是他的小尾巴，不想让妈妈离开自己。那此阶段的婴儿出现了对母亲的依恋，形成了专门对母亲的情感连接。见到陌生人，大多不再微笑，而是紧张、恐惧，甚至哭泣、大喊大叫。这叫什么？陌生人焦虑。你直接把它圈起来，你可以不用背它的具体表现，就叫做陌生人焦虑，对吧？我家的小贝是6个月的时候见到他一个姑父啊，那个姑父长得比较那彪啊，然后见了他之后嗷嗷的大哭，不能看啊，看到他之后就是哭的不行，哭了半天才能把他哄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真的有很强的陌生人的焦虑啊，陌生人焦虑啊，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强烈的针对于母亲的，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恨不得就是把母亲绑在自己的身边不能离开啊。好，那在这个目标调整的伙伴关系阶段，2岁以后，这个时候它不像特殊情感连接阶段，我就离不开，对吧？在这个阶段，母亲要是离开上班的时候，那简直就是生离死别啊！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如果小贝是醒了啊，那我真的是我半个小时都难以抽身，那嗷嗷的哭给你听，你又不忍心直接走。他现在了。大概到了这个他2岁半了，到了目标调整的伙伴关系阶段，他可以理解母亲的情感需要、愿望，可以理解母亲离开一段时间或者一段距离，他还会回来的，对不对？不像这个阶段以为母亲离开就彻底抛弃他了，真的就是生离死别。那这个时候我知道，我跟他说你在家好好的乖乖的，我很快就会回来，我会给你带礼物。他这个时候会主动的跟你说再见。然后说一直嘱咐你早点回来啊，路上慢点。我有的时候把门关上，下了几阶楼梯了，还听见他在里边喊早点回来，特别好玩啊，就像嘱咐一个好朋友一样。他能理解你离开了，也能知道你会回来的，所以他能够暂时忍受啊，暂时忍受。OK， 目标调整。那这个时候4个阶段呢，你从名称，你只要对名称多加以记忆。然后记住之后，就自己就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解释，叫做无差别，有差，搞特殊啊，跟谁搞特殊？跟母亲的依恋搞特殊。那么目标调整小伙伴，对吧？调整成一个伙伴的模式了。目标调整小伙伴，无差有差搞特殊，目标调整小伙伴。口诀先告诉你，省得你在基础阶段去筹备，不筹备，咱们都不筹备，后面有好多口诀。好那我们接着往下，依恋的测量。艾斯沃斯老太太又来了，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老太太，她的名字叫陌生情境法，就是母亲把孩子领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头然后看他的一些行为表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这个陌生情境法可不简单它里边有很多的人为的设置，这些设置的目的是在干嘛呀？你会看到母亲还有他有一个陌生人在进来出去之间反复横跳。它这个反复横跳的意义是什么？构建3个节点。哪3个节点？母亲在的时候，母亲离开的时候，以及母亲回来的时候，这3个节点来看孩子的不同的反应变化。那你光看母亲的，它不叫实验，它没有对比，它和谁对比啊？和陌生人在、陌生人离开和陌生人回来做对比，对吧？总之，我就想得到。针对于母亲比较特殊的，在这3个节点，孩子会怎么表现？你可以不用记这8个步骤，你只要知道这叫陌生情境法，就是为了专门测孩子的依恋的状态的依恋的类型的。那么剩下的这8个步骤，就是为了构造3个节点，看这3个节点孩子的变化。OK， 那艾斯沃斯这个和蔼的老太太呢，对小朋友的表现进行编码。得到了3种比较经典的依恋类型，第一种叫安全型，下面2种回避加反抗都叫做不安全型OK， 我们安全型的尤其在中国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我们刚才说了3个节点，这个可能和你的知识精讲上描述的不太一样，对吧？描述那个知识精讲过于简单了，而且没有太大的逻辑性。我给大家，你就记我 PPT 上的，因为这块非常重要。来来回回的考，是吧？自主命题的学校也来来回回的考，所以说我们即便考过，但是一定也要把它当做重要的知识点给备注它。所以我给大家拓称的更多，而且有一些专有名词在。我们还是通过3个点，在、离开、回来这3个点去记忆它。好，首先安全型的母亲在是什么？以母亲为安全基地，进行自由的探索和操作。啥叫安全基地呀？
就是母亲在这个点为圆心，我的方圆啊，这个几米之内，我只要能够随时一回头能和母亲进行眼神交流的，那么好，这都是我可以自由探索的基地，对吧？这叫做安全基地。那么离开呢？离开就是母亲一定在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离开，要不然安全型的母亲是离不开的，那个孩子一定会阻拦他。那母亲悄悄离开，当孩子发现了会怎样？焦虑不安，这个叫做什么？你写一个词，叫做分离焦虑，对不对？专有名词，安全基地分离焦虑。那母亲回来，很快去寻求与母亲的接近，很容易受到安抚，就赶紧扑到母亲的怀里，可能要哭一会儿，说你刚才为什么走了？我好害怕呀！啊，妈妈会亲亲他，抱抱他，安抚一下，他很快的又回到了安全基地的状态。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你写个字，叫做安全港湾，就像一艘船终于回到了自己安全的港湾里一样。所以说，在安全基地离开分离焦虑，回来安全港湾，对不对？好，那回避型的。回避型就是高冷型，它占的少一些，就是母亲在不关注，母亲离开不反抗，母亲回来不理会，是不是三个不？不关注、不反抗、不理会，就是毫无存在感的一个母亲，你在或不在，对我来说都没啥影响，是不是超级高冷啊？就有人认为回避型依恋，它不配叫依恋，因为孩子他压根儿就没有和母亲建立什么太强的情感连接。对不对？它就不叫依恋，但是我们可以就是不安全的依恋嘛，回避型。好，那反抗型啊也不多，这种比回避型的感觉还那个什么，比较作。这种孩子啊，怎么作呢？就是在的时候，就是离开前，我们就等于在母亲在的时候呢，就很警惕，对吧？他没有办法把它当做安全基地，在一个陌生环境下，他没法自由探索，就很警惕。那离开呢？极度的苦恼反抗，甚至比安全型的分离焦虑还要强啊！就是又哭又闹，一定要妈妈赶紧回来。那妈妈回来了呢，就有一个很神奇的表现，既寻求接触，又反抗接触。什么表现？比如说母亲来了，赶紧跑到母亲面前，那母亲伸开手要抱他呢，这个时候小孩子又很傲娇的一把甩开母亲的手，对吧？超级傲娇，是不是啊？那这也叫做矛盾性，就是我既渴望你陪着我。我又不好好的对你，对吧？很作，很像恋爱的时候啊，什么？现在有的男生也比较作，对吧？就是男女之间相互作给对方看，又要死死的绑着你，还让对方觉得你对我又不好，对吧？反抗型依恋，他俩都是不安全性的依恋，还好他们都是少一些，相比于安全型依恋会少一些。那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是什么类型的？那这个里边还有一个第四种类型，有的书上会讲，叫做混乱型的。它不是正常的依恋类型，所以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做经典的依恋去记。怎么就不正常了呢？就是它混合了回避和反抗，就是看见母亲甚至产生一种倒错，母亲来了反而产生恐惧、可怕啊，甚至发疯，就是我乱砸东西，是吧？这种叫做混乱型的。啊，就是有人认为这要不然是他这个孩子自己精神有问题，要不然是孩子经历了很强的这个什么，你可自己去发散思维。虐待是不是？要不然我怎么会看到母亲会感觉到很恐惧呢？是不是 ？OK， 那我们也可以大胆的猜测，你说安全型的孩子，有可能父母确实对他很爱、很照顾他，会响应他，会支持他，是不是？那回避型的孩子，有可能母亲他就没有存在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很小这个孩子就扔给别人养了啊，就是自己就离开了。那反抗型的呢，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父母就阴晴不定，我心情好了，亲亲抱抱举高高；我心情不好了啊，一脚把你踹开啊，小兔崽子离我远点。那这样的话，让孩子对父母就比较的矛盾，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就问，好，我们来看一个比较那个什么的啊，就是还有一个图片啊，就是我给大家找的，当你家的猫猫狗狗啊是什么类型？就是看当你出远门回来啊，这个狗狗子是热情欢迎。而你出远门回来，这个猫咪转头就走，很明显一个安全型的，一个什么，一个回避型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去探讨，到底什么影响了你到底是安全型的还是不安全型的？刚才我们首先去探索的就是你的抚养质量，就是主要的抚养者，主要抚养者是母亲。有同学这个时候别杠哈，那爹死哪去了？丧偶式教育嘛，为什么有什么锅都甩到母亲身上去？
母亲指代的是一个主要抚养者，大家不用过于女权，对吧？好，母亲的敏感性和反应性。啥叫敏感性？敏感性就是当孩子有需求信号发出来了，你能够接收到。哎，有的父母比较神经大条，孩子都哭死了在那里，然后这边还完全充耳不闻的，没听到，是吧？叫敏感性啊。除了对生理的需要，对心理的需求，这孩子很需要你去抱他，去抚慰他，你依然也能够敏感的感受到。那反应性是什么？就是敏感性的父母，我知道你孩子发出需求信号了，但是我能够给予及时的、恰当的满足。啥意思啊？就是有的孩子啊，我能发现他哭了，哎，我赶紧给他盖被子啊。这个孩子其实是饿了，不是因为冷了，对吧？你这个时候还给人盖被子，不喂他吃的，这就反应性比较差啊。你既要敏感，又要反应恰当，才会给他一个好的抚养质量，对吧？你抚养质量好，有可能孩子会比较安全。那儿童的特点，儿童本身他也没闲着，因为依恋是双向的呀，对不对？你说那个父母对我不好，那你想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有些问题？就比如说困难型的孩子，对吧？来了圣母也给他不满意的，对吧？圣母给他的照顾他也不满意，气质特点。那这个容易型的孩子很容易产生安全型的依恋。除此之外，还有外在的体貌特征和身体健康，怎么理解啊？我们从生存进化的角度上，外在体貌为什么除了人类之外，那动物的幼崽都非常萌，哎，都胖嘟嘟的、萌嘟嘟的，对吧？这个时候激发大人对他的最可能的爱呀，对不对？你生下来一个干瘪瘪的，像怪物一样，哎，吓得扔了，是不是不要了？这种的萌，它不是轻易的萌，它就是为了激发大人对他的爱，对吧？然后还有身体健康状态啊，就有可能有的这个身体残疾的就被弃养了，那越是远古时期越是这样。那现在这个社会有可能反过来，就是身体不健康的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就比如说那个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对吧？松子呢，他爸爸就是非常偏爱他的妹妹，因为他那个妹妹身体特别不健康，那松子得到了很多的忽视。啊，造就了他很畸形的那个讨好型的人格。这个其实不一定啊，有可能身体健康不好，得到了更多的关爱，有可能是好，就是不好得到了抛弃弃养啊，不一样。好，那文化因素呢？你也要看这个社会文化对依恋的类型的鼓励和倡导。咱们中国绝对没问题，是鼓励母亲要多陪伴孩子、抚养孩子的。那么德国啊，这个国家它就是比较的干嘛？他认为孩子不依赖父母是一件不是特别好的性格，他长大之后不利于独立性的发展。从小就让孩子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看起来在他们那一块呢，回避型的依恋多，但是那个依恋不叫不安全的，理解了吧？我们一定要在大的文化下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孩子的类型表示着什么样的含义。好，还有一个就是依恋对后期心理发展的影响。我们依恋为什么那么重要？不是因为它只跟母亲有关系，它长大了之后，它会影响你的人际的，对吧？依恋是你的内部工作模式。当你在母亲这里形成安全的依恋，你也会信赖其他人。你交朋友的过程中，谈恋爱的过程中，你会信赖别人，你会给别人空间，你会尊重别人，对不对？这是内部工作模式。那么回避型的，我就恐惧别人跟我走得太近，我就觉得浑身不舒服、难受，那怎么样去谈恋爱？建立不了亲密关系。那么那个矛盾型的啊，或者叫反抗型的，他就比较作，他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他为什么作？他没有安全感，他才会去作。他通过作，他才能感觉到哦，你的爱是存在的，我才能感受到你的爱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际关系会很受到最初依恋的影响。那未来的健康，同样，当你人际关系有问题，你不安全性的依恋，人际关系绝对会比安全性的依恋遇到更多的问题。那么人际关系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一个非常大的因素。我们甚至有一个假设是什么？所有你接的咨询的关于这个来访者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关系的问题啊，归根结底都是关系的问题。所以说会很大的影响未来的心理健康。那依恋的传递，啥叫传递？叫做代际传递，就是一代传一代。安全型的父母长大之后，就是养的孩子养成安全型的孩子，那安全型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容易给他的孩子一个安全型的抚养方式，是不是啊？
OK， 那有同学说，我自觉自己是一个这个什么反抗型的，难道我就没有权利生孩子？我的孩子以后就一定得是这个跟我一样的类型吗？也不一定全是这样。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去改变它啊。OK， 所以说这是3种影响：人际、未来心理健康，还有依恋的代际传递。好，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对依恋就讲完了啊，它的概念，它的发展的阶段的特点，哎，以及它的类型的表现啊，以及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它的因素，都把它记下来。我们可以拉一个框架。好，再简单看一下同伴交往啊。同伴交往在婴儿期是非常脆弱的，它甚至没有实质的友谊。那么它的作用在这块简单看一下，都是大白话啊，我就不再说了。那这一块也有，即便是婴儿的比较脆弱的友谊，它还可以分。那6到8个月以客体为中心，这个客体是什么？这个客体就是玩具，哎，对吧？就是一个东西。那婴儿相互之间还不理睬，只有极短的接触，就是，哎，你不要一想到2个小 baby 在一块儿啊，就是特别和谐的玩耍。我跟我的闺蜜啊，就是她的家的小贝是比我的小贝是大了几个月吧啊，我4个月的时候，她8个月，她高高兴兴的带着她的闺女来我家跟我面基了啊。然后我们想象中的理想的画面是小朋友在一块儿温馨的玩耍，老母亲在一块儿八卦。没有这回事儿啊，就是我们自己瞎激动，小孩子彼此当对方空气，完全不 care， 对吧？就是客体为中心，简单交往9到13个月，这个时候反而相反，有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叫做社交指向行为。啥叫社交指向行为？就是这个小朋友发出来的所有的行为都意义在指向另外一个小朋友，引起他的关注啊，就是这个时候他非常关注跟他一个空间里边的另外一个小朋友啊，这个就反而跟他来了一个完全极端，上面就完全当空气，下面就是我就盯着你看。像之前我带我小贝是去游乐场玩，他虽然不跟别人玩啊，他会盯着别人的小朋友看，能看好久，就呆呆的看别人，很感兴趣哈，这就叫做社交指向行为。但是他们相互之间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互动，互补性交往就会变得有互动了，对吧？互动会更加的复杂。这一块啊，不用管它，你大概知道什么叫客体中心，什么叫社交指向行为，理解它就行。好，这个缪勒和范德呢，从社会技能的发展又分了这4个阶段啊，简单看一下，这都不是重要的考点啊，简单看一下即可。OK， 那我们就把婴儿这一章给讲完了，时间也比较长，我也放的比较充分，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对所有的知识点都能够在基础阶段建立一个比较扎实的理解，对吧？这个里边的言语知识点很多，对吧？还有这个社会性，尤其是依恋，都是大重点，要好好的记住它。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